这边就是漂亮的伊玛目清真寺，墙上都是彩绘瓷砖，非常漂亮。大伊万面向麦加的方向，在主殿有个神奇的地方。这个伊玛目广场，它是仅次于天安门广场的世界第2大广场，曾经是萨法维国王阅兵看马球、马术比赛的地方。从酒店出来开车连5分钟都没有，我们就已经到了伊玛目广场的一个侧门。你看我后面，其实两边都是巴扎，没开门呢。现在早上起来还比较安静。后面这边就是漂亮的伊玛目清真寺，还有非常漂亮的伊万，还有2个宣礼塔。伊玛目清真寺，也就是曾经的国王清真寺。广场门口的这个水池现在是没有水的，然后我们就要进门。始建于1611年的伊玛目清真寺坐落在广场南侧，是我们参观的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。入口的伊万中心就是一个大理石盆，现在的人们已经不需要用它来净手，就像刚才门口水池一样，需要脑补它曾经有水的样子。走廊一侧的墙上贴着着装要求，和其他清真寺都一样。然后右边是个纪念品店。清真寺的广场一周有4个伊万，在穆斯林建筑中，露天的半个拱门就叫伊万，类似于大门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大门是空的。我身后的是我们刚才走进来的那个门。这个伊万的门口，就是我们进门的伊万的门口。就是很精美的文字，然后转180度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的前方这个大伊万面向麦加的方向。我们在4伊万院里沿着右手墙边，先去参观的是右侧的伊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伊万底下，能看到这边墙上全部都是彩绘的瓷砖，虽然近看有点脏，但是远看的话非常漂亮。这边有很漂亮的伊万顶，巨大的拱门，上面也有镂空的雕花装饰。整座清真寺据说使用了接近50万块瓷砖，而且波斯地区干燥的空气使得瓷砖的颜色依旧鲜艳。这座清真寺也常以高度纯洁和神圣来形容。进门的伊万和西边的这个伊万都有一个大缸，这是他们用来做礼拜的时候洗胳膊、洗手，或者说洁净身体用的。顺着伊万旁边的一个小门，我们可以到这边的花园，穿过花园就可以走到主厅。这边又有猫。这个柱子的下面可以看到一块凸起的石头，是类似于像日晷一样的功能。白天当太阳射过来，会以这条线为标准，产生不同的阴影，就能确定是否是到了礼拜的时间了。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表。旁边的花园这一会儿还很安静。我们再往主殿走，那个现在上面还绣着脚手架，已经好多年了。我身后的这就是主殿，进去看看。在主殿的里边也有很多脚手架在修着东西。这下面有一个很高的门槛。在主殿的中心有个神奇的地方，当人站在中心点的这个特殊的石板上边说话，就会有明显的回音。接下来我们的张导将为我们献上一段清唱。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شهد أن这个楼梯是讲经台，他们的教派领袖会坐在这上面为大家读伊斯兰的古兰经。看看这里已经被大家摸的都包浆了，全是摸的痕迹。
旁边墙上的小门供着古兰经，底下那坑是毛拉们举行聚礼，也就是周五礼拜的地方。人们对着他们礼拜，也就是朝向麦加的方向。主殿的另一侧也能看到一个这种击手用的缸。这颗柱子就是在这个大殿中间，这颗柱子、那颗柱子，还有这两个，就是它跟周围的柱子颜色不一样。你敲一敲就发现，它好像是金属，就它比别的柱子更硬一些。这就是当年为了防止地震，特意做的加固的铁柱子。在主殿的右手也能看到这种着装要求，男性只能露胳膊，女性要包得比较严实，只能露脸和手。其他的就是闪光灯、三脚架不能有，吃喝叫喊、抽烟、乱扔垃圾都是不可以的。主殿右侧的花园，这个小庭院很小，但是很安静。我感觉我身后的这些椅子像是讲经时候的休息椅，有一个中间的座位，旁边有一些座位围着它。这里还能看到中文古兰经，看起来来这儿的中国人也挺多的，毕竟中国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基础，回族啊、维吾尔族什么的。波斯人并不喜欢使用宣礼塔，而会在其中一个伊万上建个小亭作为替代。这个4伊万里边的东西两边内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到东边的那个去。这个北边呢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进门的这个清真寺也是一样的漂亮，只不过就是因为它是进门的，所以经常被人忽略。我们要从这个小门出去，一个小门缝，在临出去的时候就像洗手间，路好黑。卫生间的院落也是很安静。出了卫生间，我就看到这个已经没有水的水池，曾几何时它还被用于向信徒提供水源。然而现在已经被更清洁的水箱所取代。如今伊玛目清真寺已经变成纯景点，不再用于礼拜，100万里亚尔的价格也不贵，是伊斯法罕必来的景点之一。接下来要参观的是精美的谢赫鲁特夫清真寺和气派的阿里卡普宫，然后大家才知道，哇，这个清真寺更漂亮。之前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。